大家好，之前我就講咗，截至今年目前 VR 遊戲市場大多數係會有啲咩類型嘅互動遊戲，同埋喺互動上面一般會有啲咩嘢限制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呢種 VR 互動嘅話，想嘗試一下投入嘅話，咁我就透過我克服 VR 暈嘅過程去做一個歸納，分享一下方法啦。咁我第一部擁有嘅 VR 遊戲 headset 就係 Quest 7啦。會令我入坑嘅就係 Vader Immortal 系列，咁呢一隻遊戲故事模式上面冇跑步，故事上面只有慢行，去到之後嘅闖關模式都只係企喺度等機會反擊啦。咁之後我就玩一隻遊戲叫做 Gun Club VR，又係企喺度射靶嘅。雖然後尾演變為有得慢行或者跑，但係當時 Quest 時代遊戲真係少好多選擇。所以好多都只係 mini game 級別嘅遊戲，有互動都已經好難得㗎喇。畫面加故事係9成9都麻麻地，喺當時市場上都唔可以有咩要求。但係重點嚟啦，咁呢個過程係代表咩呢？第一，冇咩機會移動，或者移動得少，大多數都係原地做嘢，最多係轉身嗰陣揀 snap turn 或者係 smooth turn，即係移動時間少。轉向嗰陣嘅時間過程都比較少，咁即係呢個連續嘅動態畫面刺激就會比較少啦。須知道適應 VR 畫面所需要嘅時間因人而異，我係試過見到有人第一次玩只係玩企喺度，喺遊戲入邊唔需要移動又唔使轉向嘅遊戲，都可以喺幾分鐘之內已經 feel 到有暈嘅感覺。咁呢個係另一個課題啦。咁我就先總結一下第一點，初玩。最好揀少移動、少轉向嘅遊戲，即係移動上揀啲可以慢行，甚至係 teleport，即係瞬移嘅遊戲。至少轉向方面，有人中意揀 snap turn 瞬間轉向，或者係比較慢嘅 smooth turn 連續式轉向。仲有嘅就係設定埋喺移動嘅時候加埋 vignette，即係喺外面。加一個小黑圈，作用都係減少動態畫面嘅刺激。記住係減少動態畫面嘅刺激，係目的，其他只係手段方法，先慢慢適應少量嘅刺激。或者有人中意一下子挑戰極限，但係我個人呢，就從來冇試過玩到嘔，唔會勉強自己嘅。除咗 Gun Club VR 之外呢，仲有 Beat Saber 或者 Cookout Puzzle Places 等等。第二，畫面上要盡量清晰，視野集中，同埋盡量將呢個 frame rate 每秒幀數提高，越高越好。呢個就比較簡單啦，亦都係我個人睇法同心得，就唔去用所謂嘅學術理論去證明啦，只係我覺得有用，就拎嚟俾大家參考一下。首先係揾主眼。主眼係喺唔單眼之下用嚟接收大部分嘅視覺資訊，例如係瞄準，另一隻就只係輔助判斷距離。所以戴上部 VR headset，如果要睇嘢睇得最清楚嘅話，就一定要令自己主眼睇得最清楚為先。一般大眾 VR 機眼距係唔會有完美配合到自己，點都會有少少誤差，所以揾主眼呢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始終畫面清晰，增加投入感，越似真實世界就越難令到大腦去排斥佢啦。咁揾主眼左定右係點揾呢？唔使揾槍㗎，最簡單就係自己唔單眼之下，一隻手喺一隻手肘嘅距離左右，伸隻手指指天，放喺自己感知到嘅中間，再用另一隻手伸到最直，又係伸隻手指指天，放喺自己感知到嘅中間，跟住手唔喐，再輪流單眼，就知道係邊隻眼係主眼啦。再唔知就可以留言問我，或者揾 Dominant Eye for Aiming。始終 VR 雲呢個 topic 太大，唔能夠集中喺其中一點。講得太耐，有需要再另開 topic 啦。之後呢，講咗點樣揾主眼之後，再喺 headset 上面調校合適眼距，然後再喺戴上去嘅時候，慢慢將 headset 扭到令自己主眼睇得最清楚嘅角度，將自己嘅視野集中咗之後呢，咁就要追求 frame rate，即係每秒幀數保持喺最高。呢一點喺以前 Quest 7係只有60 FPS，一旦玩賽車或者飛行遊戲就會好容易出事。咁但係我都玩過例外嘅，就係 Quest 1嗰陣出嘅太空空戰遊戲 N-Space VR，因為最緊要係太空除咗星星之外都冇咩嘢。
飛緊嗰陣就自然冇咩動態視覺上嘅刺激啦，同埋畫面唔靚，即係 frame rate 會容易維持。就算得60 FPS，起碼個刺激程度都有限啦。雖然現今去到 Quest 3，雖然最快係可以去到120 FPS，而一般都係72 FPS 嘅選擇。但係唔好忘記，初入坑嘅玩家係有機會少咗我呢一段循序漸進咁樣去適應動態畫面嘅時間，所以記住，就算真係設定到最清晰，同時就係 frame rate 夠高都好，必要時都唔好忘記我頭先第一步所講嘅設定，即係轉向、移動同埋校黑圈等等。而 PC VR 嘅玩家可能要喺遊戲入邊自己設定參數，咁就要更加注意啦。總結第二點，保持視野集中、清晰，畫面每秒幀數要夠快。如果成功去到第二點嘅設定，再 keep 住玩嘅話，亦都可以一步一步去將自己嘅動態視覺適應力慢慢去提高啦。Smooth turn 可以由慢變快，移動方式都可以試下取消瞬移，由遊戲內嘅慢行，再慢慢去到快跑。當年 After the Fall VR 會流行嘅原因，我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佢有比較全面嘅抗 VR 雲措施，但係同時又可以支援多人連線合作啦。但一旦去到多人連線對戰嘅話，好多時為咗公平，都係冇咗好多可以幫助到 VR 新手克服 VR 雲嘅措施，所以都唔難理解。一到多人連線，VR 戰棋類都仲係一個熱門。佢都仲可以喺一般玩家未完全克服晒 VR 雲嘅情況之下，仲可以提供到線上聯絡等等嘅情緒價值啦。咁都入翻正題先，為咗咩而克服 VR 雲嘅話題，我已經喺另一條片講咗啦。咁就繼續講講我克服 VR 嘅過程啦。咁正如我所講，After the Fall VR 係一隻單人玩又得、合作玩又得嘅爽 game 啦，而且又係不停打怪拆裝嘅套路公式，又要為咗唔俾喪屍咬而要不停走位嘅玩法，咁樣真係會唔覺唔覺就會適應晒我頭先所講嘅動態畫面刺激。雖然 Quest 1時期嘅 FPS 每秒幀數只有60，但係因為只有一般跑步嘅速度，同埋 Quest 版遊戲都係設計到降質之後，運行上又好順。到咗 Quest G 未開始推出嘅時候，我已經可以玩 ATF 呢一類畫面動態唔太激烈嘅 VR 遊戲，喺星期日一口氣玩6個鐘頭，而冇任何嘅不適，叫做開始步入咗抗 VR 雲嘅中階程度。所以都總結一下呢個唔屬於係啲咩心得，但就係屬於執行上嘅參考例子。最重要係揾一隻可以有動力，令你要喺遊戲入邊不斷喐嘅遊戲，慢慢將抗 VR 雲嘅輔助功能一步步去取消。只要夠刺激、夠趣味，慢慢就會唔記得咗所謂嘅痛苦。有人話 VR 係好難堅持，唔易。但我想講，我唔係嚟叫你堅持，我本身就係一個鍾意玩、想活在當下嘅人。我只係嚟分享，大家可以點玩。即係你鍾意食和牛，你係唔會講要堅持，你係會想直接衝過去夾起咁解。我講咁多循序漸進，都係叫大家放鬆，唔使辛苦。只要心態唔覺得痛苦，咪唔需要諗堅持。之後我就想講埋第三點，就係預判力。唉。冇錯，呢點可能係更加冇根據，更加冇其他證明㗎。第一同第二點，軟件、硬件、方法都講埋，仲有咩講先？咁其實第三點啦，係同揸賽車、揸飛機或者有其他充滿速度感嘅嘢都係需要嘅。因為我都發覺咗一點啊，就係如果呢個動態畫面唔係屬於我自己可以大概估到嘅話，例如係架車輕易期失控打轉，或者俾人撞到飛起，甚至係我個控制器出現咗問題，而導致不自主咁樣跳嚟跳去，即係所講嘅漂移，我都會產生不適感嘅。或者係喺現實入邊，我坐人哋車，發覺人哋亂速唔暢順，應該有大把時間做嘢嘅情況下，但係都搞到節奏亂晒等等，超出咗我對車身動態預期，我都會感覺到唔舒服。
或者係我曾經去內地嗰邊體驗一下玩甩尾嘅時候，起初都會因為時機掌握得唔好，車身動態好急又唔順暢，最後尾自己都會揸到暈暈地嘅情況。不過都唔排除當日有啲熱又唔夠瞓，所以先會更加容易唔舒服啦。咁好啦，第三點預判力可以點去運用呢？其實唔係一件神秘嘅事，呢樣嘢個個都有。先唔講技術層面，只係講本能。好簡單嘅道理，如果你想去對面馬路，假設冇車，望完確定安全，你就會好自然去望住對面，而唔會望實地下，見自己隻腳就嚟撞到對面，先至再踏地急停。正常你都會差唔多到對面，就會放鬆定對腳，慢慢停低。你唔會特登諗到第幾步先需要放鬆，因為呢啲係我哋本能。好啦，翻到 VR 層面啊，其實都係將個比例放大，由行路到飛車到揸飛機咧，都係同樣嘅原理。永遠望住你短期內即將要去嘅小目標，呢個身體自然就會幫你做嘢。就算你冇去學 racing line，你本能都會想減速轉彎，自然就會去流暢地咁樣快。成個畫面冇咁速，就冇咁易暈咗。當然，所謂速唔速都係相對嘅，好似去到揸戰機打空戰咁去轉嚟轉去，點都唔會太慢。但重點都係，當你揸戰機去追目標嗰陣，你對眼都係望住個目標，目標點喐，你就自然去跟住佢去追。其實個意識都係集中緊點樣判定、估計對方嘅動向，呢個都係考驗同鍛煉預判力嘅過程。就算係坐過山車，都會有條路軌俾你預判到下一步將會去邊。雖然我保證唔到跟住以上嘅方法，你最後會唔會可以好似我咁樣揸戰機空戰嗰陣不停轉嚟轉去玩花式咁樣，都可以唔會有不適感，而去到接近 VR 雲免疫。但係我想講，我第一次用 Quest 一玩 Pavlov 單人打電腦練習嗰陣呢，係連續移動15分鐘都會感覺到有啲暈，要休息翻一兩個字先冇事。成個過程講翻出嚟係好似好漫長，但係如果係回想翻感受，其實都係唔覺唔覺咁樣就已經玩咗5年嘅 VR。所以最後我再總結一下，先選擇自己應付到嘅遊戲，移動同埋轉向模式啦，同埋設定清晰流暢嘅畫面，再望遠啲，慢慢適應動態畫面嘅感官刺激，慢慢享受佢。最後尾可唔可以喺 VR 入邊賽車進行特技飛行或者激烈空戰，或者玩下 VR 過山車？我覺得都係要視乎你對速度感嘅熱情同埋緣分。最終嘅目標極限係由自己去決定，呢一個就係遊戲世界嘅可愛之處。總之，我認為如果你可以入到去 VR 遊戲入邊，跑到行到，玩下合作或者對決嘅動態遊戲，其實已經好足夠。記住人生4大快樂嘅荷爾蒙：多巴胺、腦內啡、血清素同埋催產素。打機只係其中一個途徑，唔係唯一。希望大家每日都開心快樂。拜拜。